开它1个月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驾驶心得。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在我身后就是我全新的2024年的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从我交车到现在至今，真的是刚刚好哦1个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我这第1个月开下来我的心得，还有一些哪些我觉得也不是说不习惯的地方，就是让我感觉到还是有一点，就是也不是说怪怪的，就是会每次发现到它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点可惜。好，那我们现在二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本集由台湾 Gamma 隔热纸以及美国 Tint Zone 赞助播出。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坐进车子来。好，坐进车子来以后，通常你可能买新车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会看它车子里头的设定嘛。那有一个东西，我到目前呢还是不太习惯，就是当我们到 Dynamics， 就是你的驾驶的，就是操控设定里头呢，大家看到第3项这里哦 ，Steering Weight， 也就是讲你的方向盘的重量哦。就比方说，你今天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回馈的力道会是轻的，还是方向盘比较重一点？那大家看到我现在目前的设定是 Standard， 就是正常。但是在这个正常设定下的时候，我常常会感觉到说，我在左转的时候或右转的时候呢，或甚至回转的时候呢，我的单手要去控制的方向盘偏重哦，就是会感觉到说有点好像要比较使力的才有办法去转它。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那为什么不直接设定到就是最轻的设定呢？对，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发现到设定到最轻的时候呢，太轻了，反而好像觉得你轻轻一动呢，它的车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灵敏哦。在这一点，我觉得也不是说可惜啊，就是需要一点时间习惯。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之前的我2018年的 Model 3上头，我如果把它设在正常的话，我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明显的2款里头呢，你如果同时方向盘重量设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换新版的 Performance 呢，它的方向盘的正常状态是偏重的。那在这一点呢，也不是不好，是一个习惯问题。你要想说，我开旧的那一台车开了将近快6年的时间，你突然一下要我马上去适应这个设定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啦。但是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方向盘。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你轻的方向盘呢，你如果轻轻不小心一动，它会动得非常明显。第二个呢，你轻的方向盘呢，你的回馈相对来说会比较差。虽然说它比较明显，但是呢，你在操控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自己本身对车子的控制的信任度吧比较差一点。为什么在开赛车啊，或者在赛道上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要重一点方向盘？主要就是因为重一点的方向盘呢，你比较好掌控这个车子的重量。那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啦，我个人觉得重一点呢会比较好。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你如果突然下一下要闪车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它的轻重比较会跟灵敏度有关，但不代表说你今天如果临时要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要去闪避前面的车子的话，它的反应会比较慢，没有这回事哦。它纯粹就是说是你今天如果是轻轻一动跟重一点动的差别哦。但是我说真的，在这里呢，其实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说好像你变得前面的东西，你如果要闪避的话，变得比较不容易闪避哦。好，那再来第2点呢，大家一定都会问方向灯。对，换新版的 Model 3呢
Performance 也好，标准版也好，长距离版也好，都改成没有打杆的方向灯设计哦。方向灯的控制呢，在方向盘上头哦，上面跟下面在左边这里哦。上面呢是右转，下面是左转。很多人就会问说，是不是不习惯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反而觉得它还蛮方便。为什么？今天比方说，我今天如果是一只手在这边开车的话，我只要按上头、按下头，我还是可以握紧方向盘就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你如果是打杆的话，我今天等于是说我手必须可能要一个手指头或两个手指头要放开，我才有办法去打那个方向灯嘛。那也不是说不好，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10几年的开车习惯。你如果突然一下要大家改过来的话，会需要一点时间。那常常会有人问说，那你如果今天是比方说转到上面了，你这个方向灯你要怎么打？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啊。我们通常如果是打杆的话，不是往上打是右转吗？往下打是左转，上面嘛右转，下面的左转。那另外一个想法是，你今天如果是左驾的国家为主的话，你今天在右转的时候，是不是转弯通常都比较小？那你在左转的时候，不是转弯都比较大吗？那我另外自己的想法是，你看到没？上面的这个右转的灯呢，其实呢，它的按的空间跟下面比起来呢是有大小差别。那我觉得要大左转的时候，就是下面；要小右转的时候就是上面。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那或许呢可以帮助你记得哦，方向灯在哪里。那其实说真的啦，你今天就算是转到上头的话，你就记好，往上是右，你要手指头大拇指要往下转的时候呢，才是往左转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还有这种方式或方向灯的话，就是近跟远的距离。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习惯一下就好了。好，再来的另外一个东西呢，也是在车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是习惯问题，但我觉得虽然说这样子的设计比较好看，但是功能性上来讲，我觉得反而是差一点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车上的置杯架。对，关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嘛，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你今天如果拿了一个饮料，比方说我现在这样子拿了一个饮料，我要上车就一坐下来，我可能另外一只手要关门啊，或者没的，或者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放我的饮料，变成说我还得去另外一只手把它打开，或者是把饮料先放下，把它打开，我才有办法把饮料放进来哦。这一点呢，我觉得对，虽然没错。设计上呢，关起来的时候是好看很多，可是我敢跟大家打包票，绝大部分如果买了换新版车子的朋友们呢，10个里头有9个应该经常的这个置杯架的这个门哦，一定都是开着的。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哦。你开着的时候真的是方便。那在旧款上头呢，它根本没有这个门嘛，所以呢进去就放就好。只是说旧款的置杯架它比较不稳啦，新款是有改善。但是我觉得多了这个门，对了，虽然是好看，可是就是有一点多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设计如果可以把它改一下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了。那再下来呢，还有一个是比较偏向习惯性的问题是，当你要启动辅助自动驾驶 NOA 或者是 FSD 的时候呢，现在这一款呢，它竟然呢变成1次按钮，而且它不让我设成2次按钮，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哦。以前的话，早期的话是你如果有打杆的话，你就是打杆2次，它就会进入 FSD 或者是 NOA 这种辅助自动驾驶状况。那其实是有这个选项在里头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特斯拉决定了在换新版呢的上头呢，你如果是用 FSD 的情况下，它只让你选择单次按钮，而不让你选择双次按钮。今天我没有办法是说我按1次，比方说我就进入只是一个跟车模式，或者就是车道维持，我就一定要使用 FSD。你如果不想用 FSD 的话，你一定要进来设定，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把 FSD 关掉，你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当然啦，按1次这个跟按2次，我觉得差别是什么？你按1次的话，你可以是一个选项嘛，按2次可以是另外一个选项功能。但是现在它强迫你说，你按了它就是 FSD 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一点可惜啦。虽然是说，可能很多人呢是后期的车主呢，他们是按一次的习惯，所以这一点比较偏向于习惯性问题。但你想，早期的我们的车主开了5年6年，都已经习惯是2次性的，你突然一下把我改成1次性的，在脑筋里头需要一点时间把它转换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打杆1次的话，它只是 cruise control， 就是车子的维持速度而已哦。你按2次才是进入基本的，就是车道维持还有跟车哦。那你如果之前的话是 FSD 的话，你也是一定要打2次才有。后来的选项是让你可以选择说，你可以设定成1次或2次。那现在变成是强迫只是1次情况下，多多少少呢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就是又多一件事情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我要吐一下特斯拉是某些东西呢，我觉得它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就是要 consistent， 这也是很多人在讲的是习惯性问题啦。那当然这个东西呢，其实车子开久了你习惯就好，但是1个月嘛，我还在适应这个东西啦。那以我个人情况，其实我用 FSD 的次数比较少。我在 Version 12之前，除非是测试新功能啊，或者是给朋友看一下这个 FSD 状况的话，通常正常开车我不太使用 FSD， 是直到 Version 12以后，我用 FSD 的频率才比较增加，因为 FSD 在 Version 12的改变呢蛮大的，比较真的像一个人在开车，而不是一个电脑在做一个对错的判断哦。所以在这一点呢，我是有慢慢去适应它，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啦。好了，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我这1个月开车下来的心得哦。那很多东西呢，其实严格上来说都还是跟习惯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长期以来的特斯拉车主，你突然一下很多原本之前的做法改成新的做法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点习惯时间啦。那我不觉得这个习惯问题呢，会可能导致觉得一个人不想买这一台车，因为它的优点胜过于这些习惯问题哦。因为习惯的这个东西，其实时间久了你是可以改过来的，只是说你可能刚开始的适应期的话，你需要比较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注意，你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状况，不代表会出状况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习惯这个没有打杆啊，或者没有这个方向灯的杆，这就有点回到以前的说法是，为什么早期的手机有键盘，就突然 iPhone 出来没键盘，大家都说不习惯没键盘，就我现在呢，大家都不在乎有没有键盘了嘛，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时间的习惯问题啦。那这几个问题呢，我想时间久了，慢慢应该就会习惯，只是刚开始呢，可能在不习惯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比较不舒服而已。好了，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影片啊，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你看按2次的话会自动 cancel，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你如果没习惯的话是蛮讨厌的。